在美国要多长时间才能挣上$100万啊？很长时间。真的假的？在中国都是分分钟的事儿啊！可不呗。生活不只是钱，钱买不了很多东西。在亲人的眼里，他是年轻一代的榜样。在美国生活20余年，不仅取得了绿卡，还过着自由惬意的生活，比那些声称分分钟赚100万的人要强得多。但无人知晓，他在纽约的真实生活已经窘迫至极，房租甚至都拖欠了3个月未付。You know, if you moved out right now, we could literally double the rent. 6岁那年，他随父母移民至美国，自小接受西方文化教育的他，这些年来始终是独自一人在外闯荡。即便已经陷入如此困境，他也绝不会向父母寻求任何经济上的帮助。移民之前，比利是由奶奶一手带大的，因此他和奶奶的联系从未中断。不用担心我，奶奶。你可得小心点啊！我听说呀，纽约有人会抢你的耳环，拽下来，然后啊，你还得到医院去缝针。嘿，我没戴耳环。他习惯于报喜不报忧，隐瞒自己的真实处境。然而他不知道，奶奶也对他隐瞒了自己在医院的情况。近来他时常感到呼吸不畅，并且频繁咳嗽。陪他来医院的是同样上了年纪的妹妹。从医生办公室出来后，他陷入了彻底的沉默。这短短几秒是全片中最短也最漫长的镜头。一个人要吞下多少的悲痛，才能笑着去面对死亡？完了，大夫说你啊，身体健康的很。真的？那你问CT检查结果了吗？不是之前说有阴影吗？都正常，啥事儿都没有。带着笑容说谎是每一位成年人必须掌握的技巧，眼泪能够倒流回去，但应该承受的责任却分毫不会减轻。比利是一位怀揣梦想的年轻作家，但作家这条路却走得异常艰难。奖学金申请的失败再次给了他沉重一击。回到自己那简陋的住所，他发现了一只飞入屋内的鸟。这只鸟就像当下的他，在一个不属于自己的天地里小心翼翼、艰难求生。这天，母亲告诉他，堂弟浩浩即将结婚，他与父亲要回国一趟。比利感到十分困惑，因为据他所了解，堂弟与女友相识尚不足3个月。母亲突然间的沉默让比利有些不知所措。更让他感到奇怪的是，父亲也同样默不作声，这直接让他意识到一定有重要的事情发生了。Your nan is dying. She has a stage 4 lung cancer. The doctor says she has 3 months. Could be faster, you never know. 瞬间，比利感到大脑一片空白。明明电话中的奶奶听起来像没事人一样，怎么会只剩下3个月的时间？可死亡常常就是如此突然，毫无预警，也毫无征兆。他们整个家族，包括所有亲朋好友，都决定一同对奶奶隐瞒病情。而这场仓促举办的婚礼，实际上只是一个借口，为了让散居于世界各地的亲人们能有一个不那么唐突的理由，回到长春见奶奶最后一面。在美国，法律明确规定，医生必须将病情如实告知患者本人，由患者亲自做出决定。而在中国，善意的谎言被视为一种保护，因为在许多中国人的观念中，罹患癌症就等同于被宣判了死刑。真正夺走他们生命的，并非疾病本身，而是恐惧。恐惧会让余下短暂的生命变得毫无意义和质量可言。从小接受西方教育的比利被排除在这个计划之外，母亲认为他回去只会让事情变得更糟。经过再三纠结，比利还是借了钱买了机票，独自踏上了回乡的旅程。那是他最为敬爱的奶奶，是他在中国唯一的牵挂，他怎么可能不来见这最后一面？刚下飞机，他就被一群出租车司机团团围住，这种迎接他的方式让他感到很不习惯。窗外的楼宇，陌生的街景，这些年故乡的巨变让他内心受到了极大的震撼。看到大孙女的突然到来，奶奶显得惊喜万分，父母的脸色却骤然大变，眼神中充满了责备与紧张。怎么回来的？飞回来的？游泳回来的。啊？ Should call first. 哦，这个傻孩子骗我呢！在我看来，比利的这个玩笑是在默默地向所有人传递一个信息：我接受了你们的方式，决定和你们一起演好这场戏。这场团圆饭是中国人极为看重的家庭仪式。小姨奶做了比利童年时最爱吃的馅饼。奶奶感叹道：上一次全家如此齐聚一堂，已经是20年前的事情了。他的2个儿子，一个去了美国，一个去了日本，仅有女儿留在了他的身边。3代人要同时相聚，比登天还难。比利呀，那是相当的强，独立，可不是那种随波逐流的人。我这大孙子浩浩啊，一直腼腆，现在呀长大了，要结婚了，奶奶就等着这一天呐。
奶奶说的无比自豪，可两人心中却充满了愧疚。比利的生活并不如意，浩浩的婚礼也是一场虚构，每个人都在扮演着自己的角色，尽力去营造喜庆的氛围，但这喜悦之中却又渗透着浓厚的哀伤。第二天清晨，奶奶送给了比利一份礼物，那就是健康。这样吧，就把那个身体里的毒气排出去了，哈哈，然后再吸新鲜的空气，吸到肚子里面，明白了吗？明白。来，一起做，吸气，哈，哈，哈哈，再使点劲儿，再使点劲儿。奶奶用心的教，比利认真的学。有那么一个瞬间，他似乎忘记了奶奶已是癌症晚期的病人。奶奶是一位传统要强且爱面子的老人，为了孙子的婚事，她事无巨细的操持着。她甚至嘱咐所有人，若有人问起，务必说浩浩和新娘已相识1年，而非3个月，不然会惹人闲话，说是奉子成婚。奶奶的面子哲学，在西方人看来或许是虚伪，但在中国人看来则是一种体面。我们从小受到的教育就是在外人面前要保持得体的形象，这并非虚荣，而是一种对他人的尊重，同时也是对自我的一种保护。你不能给别人的嘴巴有机会戳你的脊梁骨，这便是中国式的生存智慧。为了婚礼，奶奶亲自前往饭店确认菜单，先前预定的套餐里明明有龙虾，厨师和经理却一再否认，坚称是螃蟹。奶奶当场动了怒，却又感到无能为力。在奶奶的世界里，她仍然是这个家庭的绝对中心，掌控着所有事物，这是一种爱，但在年轻人的世界里，这便构成了压力。与此同时，比利内心的挣扎也从未停歇。你觉得我们应该告诉奶奶吗？告诉他？为什么要告诉他？要是她有事情要做呢？他没什么想做的。如果她想说再见呢？说再见，太痛苦了吧？干嘛要让他经历这些呢？你看看他现在挺好的，正常人一样，你告诉他就毁了他美好的心情，你说对吧？小姑这句话说的轻描淡写，但分量极重。它代表了一种中国式的价值观，快乐比真相更加重要。当真相只会带来恐惧时，虚构出来的幸福依然是幸福。随着婚礼日期的临近，家人们之间的矛盾和各自隐藏的心事，也在一次又一次的饭局中慢慢显露出来。在一次家庭晚宴上，比利的姑姑一边炫耀着国内赚钱多么容易，一边又计划将儿子送到美国去读书，言语之间却又透露出对美国的些许看不起。有钱也可以享受用钱买不到的东西，对吧？那如果在国内这么好赚钱，干嘛还琢磨把宝送到美国读书啊？这样机会多嘛。啥机会啊？说不定他去了美国就跟我们家 Billy 一样，对钱不感兴趣了。他只在乎自己想做的事儿。比利的母亲当场进行了反驳，她也刻意隐瞒了全家在美国生活的并不算优越的窘境。奶奶则在此时发话了，认为无论如何都不能说中国的坏话。别忘了，你们都是中国人。这顿饭最终在众人各自复杂又矛盾的心态里不欢而散。比利路过一个烟雾缭绕的房间，几个男人正围坐着打麻将，一个女人面无表情地看着他。那一刻他仿佛明白了，生活对每一个人都是公平的，家家都有一本难念的经，每个人都有自己无法言说的经历。除了筹备婚礼，全家人还要定期带奶奶去医院，谎称是进行例行体检，实际上是为了掌握病情的进展。比利遇到了一位曾在英国留学的医生，得知比利的身份后，医生用英语与他进行了交流。How bad is she? That you can tell me the truth. The cancer is quite advanced. Shouldn't we tell her? In her situation, most families in China would choose not to tell her. When my grandmother had cancer, my family didn't tell her. 在等待检查结果的时候，小姨奶也对比利说出了一个秘密。如果奶奶知道我们在骗她，她会生气吗？他气什么气呀？他也做了同样的事情。爷爷得癌症的时候，奶奶也是这么瞒着他来着。直到他快不行的时候，他才告诉他。这番话让所有人都陷入了沉思，也让比利的内心受到了极大的震撼。原来，这种善意的谎言是这个家庭代代相传的爱的方式。在婚礼的前一天，奶奶带着全家人去给爷爷扫墓。奶奶虔诚地鞠着躬，嘴里念叨着希望爷爷保佑全家平安。那个橘子要剥开啊，橘子剥开。这还要扒皮吗？不用了吧？用，扒皮，要不他爷爷吃不到嘴里。爸，我喝的吗？不。
爷爷也不 very good， 还烧掉了纸做的手机模型和新衣服，相信这样爷爷在另一个世界就能收到了。仪式完成之后，奶奶望着远方说，等他去世了就把他的骨灰撒入海里，免得大家总要跑来跑去的看他。姑姑立刻表示反对，说我们是中国人，讲究的是入土为安。在酒店里，比利哭着说想要留在中国照顾奶奶。母亲觉得这个想法十分荒唐，质问他难道要放弃自己在美国的生活，每天愁眉苦脸地等待着奶奶的离去。他提起了爷爷去世的事情，家人同样对他隐瞒了病情，让他连最后告别的机会都没有，一个人就这样从他的人生里凭空消失了。We didn't want you to miss the school. We did what we thought was best for you. But I never saw him again. 母亲也终于说出了自己的心声，她也讨厌中国文化中那种需要将悲伤表演出来的传统。But in here, if you don't cry, you don't put a show, they think you don't love your family. You know, in here, they even hire some professional criers just to show how sad they are. This is so ridiculous. I hate that. 这场争吵揭示了这个移民家庭背后几代人的创伤与无奈。时间终于来到了婚礼当天，奶奶邀请了许多亲朋好友和老战友。宴会厅里大家欢聚一堂，除了比利一家人之外，没有人知道这其实是一场以喜悦为名的告别。大伯作为证婚人上台发言，他本应说一些祝新人百年好合的吉祥话，却情不自禁把对新人的祝福讲成了对母亲的感激与愧疚，当场哭得泣不成声。这一幕让人心碎，也让人看到这个家庭每个人身上背负的沉重情感。为了缓和这尴尬的气氛，浩浩和他的日本妻子献上了一首日文情歌，随后比利和父亲也唱起了英文情歌。尽管这场婚礼像是一个文化大杂烩，但好在现场的气氛一直都很热闹，奶奶看起来开心的不得了。婚宴即将结束时，全家人聚在一起拍摄全家福。就在这个时候，奶奶无意中提到她让保姆高阿姨去医院帮她取最新的检查报告了。听到这句话，比利的心瞬间提到了嗓子眼儿。那个曾经最坚持要告诉奶奶真相的他，此刻却比任何人都感到害怕。他拔腿就跑，一个人冲出了酒店，跑过一条又一条的街道，气喘吁吁地赶到了医院，找到了高阿姨。幸运的是，保姆高阿姨不识字，看不懂报告上的内容。随后赶到的小姨奶带着他们两人来到一家打印社，将检查报告上的诊断结果从恶性肿瘤修改成了良性阴影。至此，比利从一个旁观者、一个质疑者，彻底转变成了这场善意谎言的同谋者。他的转变标志着他对这份复杂家庭情感的接纳与理解。奶奶看到修改后的报告，终于松了一口气，还责怪大家总是大惊小怪。至此，这场由全家人共同参演的大戏，总算是有了一个圆满的结局。离别的日子终究还是来了，长春下起了雨，为这场告别增添了几分伤感的气氛。奶奶拿出准备好的红包塞给比利，叮嘱他不要把钱花在付房租上，要去买一些自己喜欢的东西。比利向奶奶坦白了自己没有拿到奖学金的事儿。生活中啊，总会遇到很多困难，但你一定要想得开，千万不能钻牛角尖儿。一个人的精神支柱非常重要，你会成功的。在最后的拥抱和告别中，一家三口坐上了前往机场的车，车子缓缓开动，奶奶的身影在后视镜中变得越来越小。这一次的离开，所有人都心知肚明，这很可能就是他们的最后一面。一直表现得坚强而理性的母亲，也终于忍不住流下了眼泪。回到纽约，比利走在熟悉的街道上，周围的一切都没有任何改变，但他知道自己已经不再是离开前的那个自己了。他突然在街头停下脚步，深吸了一口气，然后像奶奶教给他的那样，用力地喊出一声哈，将体内的浊气与心中的郁结一同排出。这个动作象征着他终于接纳了那份来自东方的复杂的沉重的爱，并将其融入了自己的生命之中。别告诉他是一部情感真挚触动人心的电影，它由美籍华裔导演王子异根据自身的真实经历改编，用一种笑中带泪的喜剧方式包裹了一个关于告别与爱的沉重内核。影片深刻探讨了东西方文化在面对生死、家庭和个体权利时的差异与碰撞。故事的核心矛盾是否应该告诉亲人身患绝症的真相，不仅是主角比利的困惑，也反映了无数家庭曾面临的情感难题。影片没有简单的给出对与错的答案，而是通过一个个真实的生活细节，展现了两种价值观的冲突与最终的理解与融合。无论是长春车站外热情的司机，还是饭桌上关于中美优劣的争论，都充满了浓厚的生活气息，让观众，特别是华人观众，能找到强烈的共鸣。